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春节贴春联的注意事项，一定要记住有3种春联是不能贴的，否则可能会招致霉运。有缘人，当你看到这个视频时，请不要划走，因为你的财运之门正在慢慢开启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既然你能看到这个视频，就说明你的财运已经开始上升。从明天起，你将会变得非常富有，好运连连。家中的病人会康复，身边的小人会消失，财神爷也会来敲你的门。今晚你可以安心睡觉了，因为8喜8福8好，明天都会来到你身边，财富代代相传，用都用不完。快来点赞，接收这份财运，让我感受到你的回应，使这份财运和健康更加稳固。有福之人在评论中留下借财借好运，愿你喜从天降，福星高照，家运兴旺，让所有的坏事和霉运都远离你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，是辞旧迎新、家人团聚的时刻。在春节到来之前，人们会忙着准备年货、打扫卫生，希望带走一年的晦气，迎来新一年的好运。而贴春联作为春节的重要习俗之一，不仅装饰了家门，更蕴含着对新年的美好祝愿。虽然贴春联看似简单，但其中的讲究却值得注意。春节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节日，其意义远不止于家人团聚的表面形式，它承载着对过去的总结、对未来的期盼以及对家庭的关怀。每年春节前，人们都会兴高采烈地走入集市，采购年货，挑选新鲜的食材和节日装饰。买鱼买肉，选购糖果，挑选最精美的春联和红灯笼，这一切都让春节的氛围变得更加浓厚。与此同时，家家户户也会对房屋进行彻底的大扫除。中国人向来讲究除旧布新，清扫不仅是为让家中干净整洁，更寄托着希望扫走一年的霉运，迎接崭新的好运到来的美好寓意。贴春联则是辞旧迎新的重要环节之一，每一句对联都承载着对新年的期盼和祝愿。红红的春联点缀着门窗，让整个年节充满了热闹的气息。每一户人家都会精心挑选内容寓意美好、书法工整的春联，用这些文字表达对来年的期待和祝福。选择正确的时间贴春联是至关重要的一步。按照传统习俗，贴春联的最佳时间是在除夕当天，象征着迎接新年的好运。具体来说，春联通常在除夕早晨6点之后午餐前贴好，以期福气早日降临。如果需要提前贴，可以选择除夕前一天，但不宜提前太久，以免失去辞旧迎新的意义。同时，贴春联切勿延后。春节过后再贴春联，不仅会破坏节日氛围，也失去了迎新耐福的美好象征。贴春联的时间选择看似细微，却有着深远的文化内涵。古时，人们通常会在除夕的晚上贴春联，
以求驱除旧年的不顺，迎接新年的第一缕好运。这一传统延续至今，但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，许多家庭选择在除夕的早晨进行这一仪式。早上贴春联有着早早迎福的寓意，人们相信福气会随着第一缕阳光照入家门，为新的一年开启幸福的篇章。而提前贴春联虽然不是传统习惯，但由于生活忙碌，现代人有时会选择在除夕前一天完成这项工作。这种方式虽然方便，但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，例如不能提前太久，因为春节的氛围应该从除夕开始，过早贴春联可能会让节日的仪式感减弱。同样重要的是，贴春联绝不能延后。春节过后再贴春联，不仅显得仓促，还会让辞旧迎新的含义大打折扣。因此，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生活中，选择适宜的时辰贴春联，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，也体现了对新年幸福生活的热切期盼。春联由上联、下联和横批组成，其位置和顺序有严格讲究。区分上下联的方法通常是根据最后一个字的声调，上联的末字为仄声第三声或第四声，下联的末字为平声第一声或第二声。在粘贴时，传统习惯是从右到左，右边为上联，左边为下联。但随着现代书写习惯的变化，也可以按从左到右的方式，将上联贴在左侧，下联贴在右侧。无论采用哪种方式，确保上下联位置正确是最重要的。贴春联的正确顺序直接关系到其寓意的完整性和吉祥性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对联讲究对仗工整，平仄相对，因此上联和下联的排列必须符合规范。古代汉字书写习惯从右到左，因此春联也是从右边开始贴起。上联贴在门的右侧，下联贴在左侧，这样才符合古代的书写和阅读方式。然而，现代社会中，人们已经习惯了从左到右的阅读顺序，因此一些家庭也开始调整春联的位置，将上联贴在左侧，下联贴在右侧。虽然习惯在改变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论选择哪种方式，都必须确保上下联的位置对应无误。此外，还可以通过观察对联的最后一个字来分辨上下联。仄声字结尾的为上联，平声字结尾的为下联。这一规则虽然简单，但若稍有疏忽，便可能影响整体的寓意。除了春联，福字也是春节不可或缺的装饰物。家门外的福字需正贴，寓意福气进入家中，而水缸、米缸或室内墙上的福字则可以倒贴，象征福到。然而，家门口的福字倒贴则不适宜，因为可能会带来反效果，影响好运的寓意。福字是春节装饰中最受欢迎的元素之一，不论城市还是乡村，每到过年，家家户户都会将红色的福字贴在门上、窗户上，甚至是家中各种物品上。福字的寓意不仅仅是简单的幸福福气，它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在传统习俗中，福字倒贴有福到的谐音，深受人们喜爱。
然而，这一做法也有讲究，比如家门口的福字必须正贴，寓意着福气从门外进入家中，而不是流失；而在室内，倒贴福字则可以寓意着福气盈满家庭的每个角落。此外，福字的字体和样式也能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品味。有些家庭喜欢选择工整规范的楷书字体，彰显庄重与传统，而有些家庭则偏爱活泼生动的艺术字体，增添节日的欢快气息。不论选择何种风格，福字总是成为春节中最能传递祝福的符号。春联的内容选择也十分重要，应注重吉祥和正能量。传统的吉祥句式如福星高照、金玉满堂、福寿安康等，不仅符合节日氛围，也能表达对新年的美好祝福。同时，应避免使用带有消极或讽刺意味的现代网络词语，以免影响吉祥寓意。此外，春联内容的选择还应符合家庭成员的期许，例如为老人选择福寿安康，为孩子选择学业有成，为家庭整体选择家和万事兴。选择春联的内容既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一种文化传承。传统春联中短短10几字，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寓意和情感。例如门迎百福、喜气迎门等句式，既押韵又通俗易懂，让人感受到浓厚的年味。在现代社会中，随着语言的变化，许多年轻人喜欢加入一些网络流行语，但要注意，这些词语若不符合传统习俗，可能会导致春联失去应有的美好寓意。因此，选择内容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带有讽刺或消极色彩的语句。此外，春联的内容也可以根据家庭情况进行调整。比如为老人挑选祝愿长寿健康的句子，为学生选择学业进步的内容，为家庭整体营造出和睦幸福的氛围。通过精心挑选春联，不仅能增添节日气氛，还能让家人感受到浓浓的祝福和关怀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